那一世，我舍身救下的贵人成了太子，他认错了人，也恨错了人。即便我告诉他真相，他也不信，只当我是一个贪慕虚荣的替身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母亲也将我的婚事尽早定下吧。你怎的突然提起此事？几日前你还梗着脖子不愿低头，我拿你生母的性命相逼，你才肯吐露当年的细节。如今怎么转了性子？那是因为重生回来，我明白在这陆家，真相并不重要。我若不走，只会再次死在那个冰冷的东宫。女儿想通了，姐姐既然已经定亲，我留在此处只会惹人嫌滑，不如尽早出嫁。我此行隐秘，不便透露身份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来日我可以去哪里找你？我名条条，不日便要去京城陆府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我也忠系殿下，可是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。条条是谁？是你。往后你的乳名就是条条了。即便是你说出去，太子难道还会娶一个外室女吗？你很识趣，既然你这么求我，我会为你选个好人家，添一份嫁妆。婚后你就带着你的母亲回江南吧。好。我的婚事要尽快安排。一来我在京城，嫡母放不下心；二来离嫡姐避世不过数月了，嫡母想为我找个良人，不只因我识趣，也因嫡姐此时还有求于我。我要娶的妻子死了，你还活着，既是相似的脸，为何死的偏偏是他而不是你？说我说，当初救你的人是我，桃桃也是我的名字。你凭借着像他几分，得了富贵全权便罢了，如今连他做过的事都要占去，未免太过卑鄙。活人尚能对峙，死去的人在他心里已了无瑕疵。太子妃，殿下尚不知道，白月光忌日将近，无人敢去通传。悔不当初，若几个月前我没有嫁他，那时都与他做了什么？事无巨细，都告诉我。那时生母病重，正缺钱，我只会给他煮白粥，他笑说寡淡。我红了脸，说病中便该饮食清淡，茶也没有好的，只是放了许久的明后龙井。他喝不惯，我还怨他太过金贵。哦，那我便说，那时嬷嬷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中饱私囊亏待了我，才导致过得这样难。他编的事无巨细，可到底不是真的。上辈子他就是这样切切实实骗过了裴礼。淘淘，你记清楚了，只要你姐姐好，你的母亲在江南便能过上好日子。女儿明白，这一世我再也不会去求那虚无缥缈的真相。你们想要的富贵，你们去守；我想要的自由，谁也拦不住。这群人加起来也抵不上殿下半分。妹妹，你甘心吗？若是当初在江南的是我，或是你大胆些去求，这太子的位置你也做到，甘心吗？上辈子在那深宫高墙里耗尽心血，这辈子我只想逃离那个囚笼。甘心的，殿下天皇贵胄并非我能肖想，只要能为母亲找个依靠，女儿便知足了。那明日你去见他，若看中了，我出阁之前也还能送你出嫁。顾则之出身清流，离京赴任，这正是我要的机会。全凭姐姐做主。顾家有祖训，男子不会纳妾。婚后，我名下的田地商铺皆会交于你手中。你要照料生母，也可以将她接来同住。他倒是爽快，竟已将我的底细摸得如此清楚。公子厚爱，只是我也有些丑话在前。我会些医理，也爱侍弄花木，但这女红针线我是不大懂的。无妨，顾家不需要刺绣为生。3日之内，
我会备齐3书6礼。公子，许久不见。我的未婚妻爱吃这家的点心，我亲自来买，过会儿便能寻个理由再去见她一面。你呢？有朝一日竟能见到你与姑娘私会，是好事将近了？是，不过大帝是要回扬州成亲，不能邀你来吃酒了。扬州，那是个好地方。扬州的确是好地方，在那河岸边，我曾捞起过一个人，可惜那个人早已被我埋在上一世的灰烬里。这顾泽之虽然只是个榜眼，但这聘礼倒是给的大方。我还以为清流出身的都清苦。到底是要去外地赴任的，这点家底若拿不出来，陆家的女儿岂是那么好娶的？这些金银在他们眼里是富贵，在我眼里是离开这牢笼的赎金。哎呦，陆大人、陆夫人，您瞧瞧这顾公子的诚心，这可是他变卖了京城1半房产，说是不能与去了陆二姑娘。公子有心了，烦请转告公子，这些虚礼我不看重，只要他答应安置我生母一事，能办妥，我便心满意足。条条，当着外人的面提那个外室做什么？没得丢了陆家的脸面。父亲，您要的榜眼女婿已经到手了，若我生母出差错，这婚事女儿不敢保证能顺顺利利的办下去。好啦，朝朝也是孝顺，媒人快坐下喝茶，咱们再商议商议这出嫁的细节。他们商议的是礼金和排场，我盘算的是归期与自由。顾泽之，希望你如你所言，能给我一个安稳的落脚处。殿下说，等他忙完这一阵，便要亲自带我去挑选凤冠的样式。妹妹，你说他心里真的只有我一个娇瑶吗？姐姐既然已经定亲，就该宽心养病。殿下对你如何，你心里最清楚，何必再问我？可我总觉得他的眼神里藏着我不懂的东西。每次我提起江南的旧事，他虽然在笑，可那笑意总是不达眼底。那是姐姐想多了，你如今是京城人人艳面的准太子妃，身份尊贵。身份，这身份是怎么来的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妹妹，你快要嫁给那个顾泽之了，你真的甘心去那种苦寒之地当个小官夫人？甘心？京城太冷了，人也多，我这性子还是适合去远处待着。姐姐，你若真怕露出破绽，不如多想想怎么把身体养好，而不是盯着我的婚事。你说，如果殿下知道当初救他的人其实是个外室女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那个外室女别有用心，甚至可能觉得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。姐姐，你已经坐上了这条船，除了演下去，别无他路。上一世，你就是因为这般患得患失，才耗尽了性命。这一世，我把机会全给了你，千万别死得太早。本宫方才从你姐姐屋中出来，她病得昏沉，你这个做妹妹的，倒是有闲情逸致搬弄这些废纸。见过殿下，女儿家出嫁在即，总有些旧物需要整理，不敢打扰姐姐养病。你要嫁给顾泽之？是，顾公子才华横溢，人品端正，是难得的佳配。他在御前求旨离京赴任，本宫看他是想逃避京城的权势争斗，这样胆小如树的人，你也看得上？上一世你嫌我攀附权贵，这一世你又嫌顾泽之不争权势，裴灵，你当真是难伺候。平淡生活才是真，殿下万金之躯，自然瞧不上这些。若无他事，臣女先行退下了。慢着，你姐姐说她当年的名字叫条条，你为何也叫这个名字？那是陆家的字辈排平，不过是巧合罢了。
陆条条头也不回地离去。裴林站在长廊阴影中，看着那道决绝的背影，心中那股异样的熟悉感再次如杂草般疯长。顾榜丁，扬州虽然富庶，但对你这般大才来说，未免偏安逸。若本宫向父皇美言几句，留你在京，岂不更好？微臣多谢殿下美意，只是微臣家中有祖训，且不善京城交际。况且，陆姑娘也喜欢南方的气候。她喜欢，你倒是对她的喜好摸得清楚。陆大人，你这2个女儿，当真是一个比一个有心思。殿下言重了，小女自幼顽劣，承蒙顾公子不嫌弃。你要娶的是陆府的次女，既然如此，往后便带她走得远些，别在京城晃悠。那是自然。待婚后，微臣便带夫人南下。此生若无宣召，绝不轻易回京。裴林是在驱赶我，他怕我这张脸坏了陆迪姐在他心中的纯真，而顾泽之在保护我，他想给我一个真正的出口。顾泽之，希望你的选择是对的。陆姑娘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我们要准备启程了。涛涛，咱们真的要跟着顾公子去扬州吗？陆家这边，你嫡母真的会放我们走？阿娘，卖身契已经拿回来了，从此以后，您不是陆家的姨娘，只是顾府夫人的家眷。陆家那些富贵本就不是咱们该得的。您看，这些当年在江南救人的证据，我全烧了。裴林要的是陆家嫡女的真相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份完美的假象。可是，若是哪天被拆穿了，你姐姐那边……他既然敢顶替，就得有本事瞒一辈子。咱们走得越远，他才越安全。裴林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这一世，再也没有人会打扰你的白月光，而我的过去也到此为止。姑娘，顾公子让人传信，说是车马已在后门备好。为了避人耳目，请您今夜便将夫人送出城。他的人会在郊外接应。走吧，阿娘，咱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那是个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人在水里拉住了我的手，他叫我阿玲，不，他叫的是公子。我想看清他的脸，可为什么那张脸总是模模糊糊的？殿下，可是又做噩梦了，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瞧瞧？还是那个梦。本宫总觉得，当年在江南救我的人，不该只是陆迪姐那般体弱的样子。那个陆淘淘，她今日出嫁了。回殿下，婚仪已经办完了，听闻顾大人带了许多车马，已经启程出京了。本宫问的是，那个叫陆朝瑶的庶女，她走的时候，可曾留下过什么？听说她带走了生母，还把旧院子里的东西全烧了。陆夫人说，她这是怕带了陆家的财气，坏了顾家的清贫。全烧了。既然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庶女，为何本宫觉得这京城一下子空了许多？陆迪姐明明就在眼前，为什么本宫还是觉得心慌的厉害？若有不舍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顾公子说笑了，这城里只有枷锁，
没有不舍。那好，出了这大门，你便是扬州顾府的女主人。本宫为何要来？不过是一个庶女出嫁，本宫竟像丢了什么宝贝一般，鬼使神差地站在这里。突然，一阵风吹过，陆条条车窗边的一个小锦囊被吹落，掉在了泥土里。车队并未察觉，继续前行。裴林身形一动，大步走下城楼。裴林弯腰捡起那个锦囊，锦囊普通，但他翻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块残破的衣料，色泽陈旧，依稀可见江南织造的印记。这布料是我当年在画船上穿的那件。陆迪姐明明说那件衣裳早已毁在火里了，为何会在她手里？陆调瑶，你到底瞒了本宫多少真相？顾府虽然不似陆府那般宏大，却胜在清雅。院子里种满了翠竹，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红烛摇曳。陆条条坐在床边，手中捏着一方盖头。路途劳累，夫人辛苦了。我这房中简洁，不知你可还习惯？没有裴林的厌恶，没有嫡母的威胁，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。习惯，顾公子，这一路走来，多亏你照拂我母亲。记忆结发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我知道你嫁我，并非全然因为情分，但我顾泽之承诺，这顾府之内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包括抛头露面去开间药铺。只要你开心。顾家不需你操劳生计，但若你有志于此，我也能为你遮风挡雨。上一世我死于深宫冷狱，这一世竟有人对我说，只要你开心。公子，自从夫人进了门，这宅子总算有了点烟火气。她是自由的飞鸟，不该被困在屋子里。去，把城东那间铺子的房契准备好。泽之，你来瞧瞧，这味药在北方少见，但在扬州却是极好的。你教我这些，若哪天你不在，我也能替你照料。胡说什么？我不在，能去哪儿？京城那边最近不安静，裴灵似乎在派人四处寻找什么，我怕他终究会找到这里。他找的是那个救命恩人，不是陆朝条。只要我不认，他就永远找不到。出什么事了？是陆府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陆迪姐旧疾复发，暴毙身亡。死了，竟然还是死了。提前了这么久，还是没逃过命数的收割。太子把陆府封锁了，他在陆迪姐遗物里发现了东西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变天了。他发现了什么？真相。关于画船，关于名字的真相，关于救命恩人的真相。陆迪姐死了，谎言碎了，裴灵那个疯子一定会把矛头指向唯一活着的条条。别怕，我在。即便他是天王老子，也休想从扬州带走我的夫人。找，掘地3尺也要把陆涛涛抓回来！扬州深秋，落叶铺满庭院，陆条条正蹲在花圃旁修剪枯枝，动作缓慢而机械。顾泽之快步走入，手中捏着一封加盖了陆家私印的信，他的脸色很沉，甚至透着几分寒气。又是京城来的，我那父亲终于还是忍不住要在信里哭诉，他的泼天富贵没了。比这更无耻。陆大人在信中说，既然嫡女已逝，
太子的婚约不能作废，他要你即刻回京，还你姐姐的名分，带她入东宫。带他入东宫？他是老糊涂了，还是觉得裴林瞎了眼？死掉的那个是宝，活着的这个是草。他让我回去不是享福，是让我去平息太子的怒火。父亲啊父亲，你还是和前世一样贪婪。你以为这张脸是通往权力的钥匙，却不知道它是我上一世的断头台。我不许！你是我的夫人，不是陆家随时可以送出去抵债的筹码。这封信就当从未收到过。若是他拿我生母要挟呢？陆家的人向来只看利弊，不谈骨肉。所以我已经让人去安置岳母了。扬州虽远，但只要我在一天，陆家的手就伸不进来。陶陶，你只管在这里看花开花落，京城的风暴我来挡。京城那边恐怕已经疯了。太子发现真相，陆家被迁怒，这一切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猛烈。则知，为了我得罪太子，甚至得罪整个陆家，值得吗？你本可以平步青云。平步青云若要以出卖发妻为代价，那顾某这书便算是白读了。何况殿下现在要找的，恐怕不是一个代餐，而是一个解释。我的人回报，太子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。他借着巡查的名义，第一站便是扬州。他还是来了。那个执拗的疯子，终究还是不肯放过那段早就该腐烂的记忆。他既然要来，咱们便赢。只是你要记得，你现在是顾夫人，不是陆家的嗣女，更不是什么条条。只要你不认，他空口无凭，动不得你。裴灵，你若是想来求个真相，那我便给你一个你最不能接受的真相。那个救你的人早就死了。夜色深沉，两人立于火盆旁，那微弱的光芒像是暴雨将至前最后的宁静。这锦囊里的衣料为何与陆朝条手里的一模一样？还有，你大女儿的日记里说，她根本不记得画船上的桃花是什么颜色。殿下，那是因为她病重，记忆模糊了呀。记忆会模糊，但救命的恩情能编出来吗？他连水里的温度都说错。陆大人，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合谋欺君，把本宫当猴耍！殿下饶命，是那个外侍女，是她自愿把名字和功劳让出来的。她说她只想求一份嫁妆，求殿下看在逝者的份上网开一面啊！自愿让出来的。陆条条，你竟然为了逃离我，连这种泼天的富贵都不要。你把我当成了什么？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吗？备马，本宫要亲自去扬州。殿下，国本动摇，您私自离京。去他的国本！本宫要是不去，这辈子都要活在这个女人亲手编织的谎言里。黑夜中，东宫的灯火一盏盏熄灭，裴灵的身影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。扬州繁华，小桥流水，裴灵一身素色常服，看起来却比在京城时更加阴郁沉沉。他站在一间名为草本居的药铺对面，目光穿过层层人群，死死锁在那个忙碌的身影上。在那暗无天日的东宫，他从未这样笑过。他看向顾协之的眼神，也从未有过一丝算计。那是真正的归属。陆条条，你果然在这里。你躲在这么个清冷的地方，嫁给这么个平庸的文人，就是为了不见到本宫。殿下，要不要现在就去把顾夫人，把那个女人带走？带走？带走一个恨本宫入骨的女人有什么用？本宫要她亲口承认，当年的那个人是她。顾夫人真是菩萨心肠，不仅医术高，还经常给穷人义诊。顾大人也是，天天都来接她回家。家，那是本宫的命，是本宫寻了3年的真相。你凭什么在骗完我之后，拍拍屁股就拥有了别的家？殿下远道而来，微臣有失远迎，不知扬州这风土人情，可还得殿下眼下？顾则之，本宫以前倒是小瞧了你，能让陆家的次女心甘情愿随你南下，
甚至连太子的侧妃之位都不放在眼里。你用了什么手段？殿下言重了，夫妻之间唯有真心二字。条条在陆家受尽委屈，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能为他撑伞、陪他说话的人。真心？你所谓的真心，就是眼睁睁看着他顶替嫡女的名分，看着本宫错认了3年救命恩人，你这叫包庇！殿下，错认的人是您，不信他的人也是你。在那3年的时间里，他无数次站在您面前，您却只看得到那张相似的脸。错失真相的，从来不是别人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弄丢了那个救我命的女孩。不，只要她还活着，只要她还在，本宫就能把她抢回来。涛涛，见过公子。公子在民女家的门口，可是走错了路。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去过陆家了，我已经知道当年的真相了。那晚在画船上救我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公子说笑了，民女从未去过什么画船。我那姐姐虽然命薄，但她才是您的救命恩人，这是陆家上下都知道的事。您若是因为思念亡妻而认错了人，大可不必。陆朝朝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，当年你叫我阿玲的时候，明明不是这种眼神。殿下记错了，救你的人叫条条，可民女认祖归宗后，早已不叫这个名字。至于那个叫陶陶的陆家女儿，她已经死在东宫的大雪里了。屋内只点了一盏小灯，陆条条坐在窗前，看着自己的双手微微发抖。顾泽之端了一碗安神汤走近，轻轻放在他手边，没有多问，只是安静地陪着。他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都已经把命还给他一次了，为什么重活一世，他还是要来毁掉我的安稳？因为他这种人习惯了掌控一切，他发现自己丢了最珍贵的宝贝，却又不肯承认是自己亲手丢弃的。我好不容易才有的新生活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了能让我安心入睡的药响。裴灵，你一定要把这些都撕碎吗？泽之，我不想回京，我死也不要回那个冷冰冰的东宫。你不会回去的。他虽然是太子，但大周的天下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你要的安稳，我就是舍了这条命也会保住。酒楼雅间，窗外便是瘦西湖的美景。裴灵将整座楼都包了下来，只为了能单独见陆条条一面。陆条条还是来了，她穿着最朴素的衣裳，却依旧掩不住那股清冷的气质。她坐在裴灵对面，目光落在窗外的湖面上。这是我托人从京城带来的，明后龙井。你以前不是嫌弃我喝不惯吗？公子又记错了，那是姐姐以前告诉我的细节，我不过是代为复述。您若是喜欢，大可多喝几杯，不必跟民女说。陆条条，你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答应你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会给你最好的名分，我会让陆家所有人给你下跪道歉，哪怕你做皇后我也给的。名分？道歉？殿下您还是不明白，上一世在那东宫阶下淋雨的时候，我求的不是名分，
是您的信任，可现在我不稀罕了。裴林愣住了，上一世这个词让他心惊肉跳，但他只当是他的气话。我对你的信任可以重新建，只要你回来。回不去了，就像这泼出去的茶，再也收不回来。您现在对我越深情，只会让我觉得您越发虚伪和恶心。陆条条推门而出，裴林看着那杯一口未动的茶，突然将其狠狠掷在地上，杯盏粉碎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他为难你了？没事，只是觉得有些累。泽之，咱们今晚早点睡吧，我不想再想那些事了。那原本是属于我的，在那江南的草屋里，他也是这样靠在我的怀里，说要跟我走一辈子。顾泽之，你凭什么？殿下不可！顾泽之在扬州声望极高，又是当朝榜眼，此时动他，会引来文官集团的疯狂弹劾。那就给本宫查他的底细，查他每一个不为人知的污点。本宫不信，这世上真有这么干干净净的人。主子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圣上的身体快撑不住了。太子在扬州逗留太久，朝中已有人开始非议。他想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江山，他倒是有这种豪情，但我绝不会让他把这份牺牲算到朝瑶头上。那太子的调查，让他查出来的越多，他就越不敢动我。让他知道，这顾家不仅仅是清流之家，更是能随时让他太子之位不稳的索命鬼。裴灵，你以为我是个平庸的文人？你错了。为了保住这唯一的净土，我早就在这大周的地下织了一张你看不见的网。放出风去，就说扬州知府贪赃枉法，引太子去查。我要让他忙得没时间出现在我夫人面前。密室门关上，书房内归于寂静。顾泽之推门走出，月光洒在他脸上，依然是那个温润如玉的榜眼。午后的阳光落在药柜上，细小的药材粉末在光影中起舞。陆条条正专注地核对药单，柜台外却站着一个不速之客。裴灵换了一身极其普通的墨色长衫，却遮不住浑身的金贵与冷冽。他已经连续1周每天这个时辰出现在这里，不吵不闹，只是买一包极其普通的明后龙井。陆条条头也不抬，手下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，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铺子里显得有些突兀。今日的茶叶似乎比昨日的味道更正些。条条，你若喜欢，我明日让人送1整年的量过来。公子，民女说了很多次，这间铺子不卖茶，卖的是治病的苦药。您若是身体康康，就不该日日在此流连，平白耽误了病家看诊。我没病吗？我这心口自打来了扬州，就没一天不疼的。你当真是我的药，还是想要我命的毒？心疼，裴灵，比起我上一世在东宫阶下等死的那种疼，你这点嫉妒与挫败感算得了什么？公子若是有病，出门左转有间回春堂，那里的老师傅最擅长治异响之症。民女庙小，容不下您这位大夫。朝挑，累了吧？我带了你最喜欢的云片糕。突如其来的急雨打碎了瘦西湖的宁静。陆条条被裴灵的侍卫半路拦截，带到了这处偏僻的凉亭。雨水顺着亭檐落下，形成一道天然的珠帘。裴灵站在凉亭中央，背影萧索而孤傲。殿下若是想动粗，大可直接杀了我，这样反复纠缠，实在有失皇家风范。陆朝朝，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都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狠？即便我认错了人，也是因为你的嫡母合谋欺瞒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受害者，裴灵，
你知不知道我曾有过一个孩子？孩子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这一世我们还没……我说的是梦里，我曾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嫁给了你，也是这样一场雨。我跪在东宫阶下求你救我母亲，求你信我，可你只顾着给死掉的陆迪姐守灵，连见都不肯见我。醒来后，我看到的是你厌恶的脸，你说我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裴灵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战。为什么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灵魂上落的印记？难道真的有前世？如果那是真的，那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殿下，京城发来急报，圣上这2日龙体抱恙，已经有2天没上朝了。朝中那些老臣都在催您回宫主持大局。找，去给本宫查，去查陆条条在江南时有没有请过大夫。殿下，这陆二姑娘尚未婚配时一直待在江南，顾大人成婚也才不久，从何查起啊？他恨我入骨，不是因为我认错人，而是因为我杀了他的心。可我该怎么补偿一段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的错？殿下，顾泽之那边，他这几天一直在联络江南的几个大商号，似乎在大规模调动资金，针对的目标是咱们东宫名下的产业。顾泽之，他果然不是个简单的榜眼。传令下去，本宫暂时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底牌。主子，消息散播出去了，朝中已有御史台的几位大人联名上书参太子陈尼、扬州美色，罔顾君父病危。裴灵在扬州待得太久了，只要他还在，条条就一天不得安宁。既然他不肯主动走，那就让这京城的风吹得更紧些。可万一殿下狗急跳墙，想强行带走夫人怎么办？所以我要让他自顾不暇。他在江南的那几个私藏的铁矿，也该到见光的时候了。条条，我说过要保你一生安稳，为此，哪怕让这天下大乱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怎么才收摊？我等了你许久。没什么，多整理了几味药。泽之，咱们回家吧。热闹的街市口，陆条条和顾泽之正并肩走着，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，一匹受惊的疯马拖着半截车架横冲直撞而来，路人惊慌避让。陆条条正蹲在路边摊位给生母挑选丝线，对身后的危险一无所知。马匹眼看就要撞上陆条条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顾泽之猛地扑了过去，用脊背死死护住了他。马车架狠狠擦过顾泽之的侧身，将他带倒在地，翻滚了2圈。马匹嘶鸣着远去。泽之，你怎么样？别吓我。没事，你没受伤就好。为什么每次救他的人都是你？为什么这种舍命相护的机会，连老天都不肯分我一个？你是傻瓜吗？你是个文弱书生，谁让你救了？你是我的命，救命不需要道理。裴灵在上头看着，心口的嫉妒如毒蛇般啃食着理智。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陆条条心里剩下的那点旧影，正随着顾泽之的血一点点流干。你疯了！这是私人宅邸，滚出去！
他这种伤，京城最好的太医随手就能治好。条条，只要你跟我走，我立刻宣旨召太医南下。你是想救他，还是想以此为筹码逼我？裴灵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卑劣的让人恶心。他救我是因为爱，你救人是因为权。这一针，你若是再敢靠近半步，我就刺进自己的心口，把命还给你，彻底两清。你就这么在乎他？为了一个不过相识数月的男人，你要去死？是，比起回那个有你的京城，我觉得死在扬州更干净。天下输的人始终是你。裴林看着两人紧握的手，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自嘲与绝望。他转过身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黑暗。殿下离京太久，此番归去，山高路远，保重。顾泽之，你赢了，但这不代表我会放手。只要本宫坐上那个位子，这天下没有人能藏得住。这江山殿下尽可拿去，只要别再动扬州这一寸土，咱们便两相安好。若是殿下不守诺，这大周的边防图未必只会出现在京城的御书房里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只想陪夫人安稳度日的普通丈夫罢了。我输给的不是时间，也不是真相，我输给的是那个在冰冷的雨夜里从未被我信过的陆条妖。条条，别躲了，他走了。万岁！这天下我终于拿到了，可为什么这高处冷得让人发疯？阿娘，明日咱们去瘦西湖划船吧。泽州说他寻到了一艘极好的画舫。好，好，涛涛啊，现在这日子，阿娘做梦都没想过能这么稳当。这家的山楂最甜，尝尝。京城的皇帝，扬州的百姓，裴林，你坐拥天下，而我拥有的是这一口酸甜的自由。一南一北，一边是万千跪拜中的孤独帝王，一边是闹市深处的小家团圆。命运在这一刻彻底分道扬镳。阿娘，该喝药了。涛涛啊，阿娘不喝了。阿娘这辈子在江南受过苦，在京城担过惊，最后这几年能死在扬州，死在你身边，阿娘心满意足了。胡说什么？您的身体正在好转。别骗阿娘了。阿娘最近总梦见你外祖家的那片桃林。涛涛，答应阿娘，不管以后京城那个人再怎么逼你，你都要为了自己活着。阿娘，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不必再为了谁的脸色而活，不必再为了一个名分而战战兢兢。这一世，您走得干干净净。那令牌花纹我见过，那是前朝暗卫的标志。泽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一直瞒着我？我本姓萧，祖父曾是先帝近臣。当年陆大人为讨好当今圣上，诬告我祖父谋反，顾家上下几十口人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何如此厌恶生父陆大人。我接近你，最初确实是因为陆家，但我没想到，这污泥般的陆府里，
能长出你这株不肯屈服的草。你当初娶我是为了向陆家复仇？不，涛涛，你记不记得江南桃花雨里救下裴灵后，你曾帮一个小乞丐引开追兵？那个满脸灰尘的孩子，那是我。在那之前，我以为这世上全是毒蛇，可那之后，我发誓一定要站在你身边。所有巧合皆是蓄谋已久的深情。暮春时节，扬州的桃花已谢了大半。顾宅的花园里，陆条条正蹲在土垄边，手里握着一把小铁铲，专注地松土。顾夫人，圣上登基100日，惦念江南故人，特赐这凤羽金钗1对，东海明珠10颗。圣上说了，桃花虽谢，但只要夫人愿意，京城的御花园里40皆有春色。裴灵，你当真以为这天下都是你的？你以为这金银财宝、锦衣玉食，就能买回一个被你亲手推下深渊的灵魂吗？公公请回吧，民女粗鄙，见不得这般贵重的东西。这些金钗明珠留在民女这乡野之地，只会蒙尘。夫人，这可是圣上的心意。圣上还交代了一句话，他在那画船上等您，直到您想通的那一天。这普天之下，谁敢让万岁爷等？公公，内子方才说了，他不喜这些。至于圣上说的画船，想必是记错了。当年的那艘船早已在大火中沉没，如今的江面上只有普通的渔火，并无故人。是啊，船沉了，我也死过一次了。现在的陆瑶瑶只是顾喜之的妻子，再无其他。公公转告圣上，就说扬州的桃花已经入土成了泥，泥土里开不出前朝的话，更回不去当年的梦。请他珍重龙体，莫要再看江南一眼。太监看着这夫妻二人坚决的模样，只能长叹一声，带着锦盒悻悻离去。阳光洒在陆条条刚松好的土上，那里正埋着他刚种下的新种。泽之，你瞧，他们没有泼天的富贵，也没有勾心斗角的算计，一碗粗茶淡饭便能笑得这般开怀。因为他们眼里只有彼此。条耀，这一世我们也做这样的人，不去管那高墙内的风云，只看着眼前的3餐4季。泽之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在报仇，在逃命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也是可以被这样真实的。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，你就是你，是那个在画船边救人，在药铺里济世，在顾家等我回家的陆涛涛。不管前路如何，只要你回头，我都在。裴灵，你赢了天下，却输了那个最爱你的条条，而我输掉了原本虚假的命运，却赢回了真实的自己。远处，京城的方向，或许正有人在深夜对着一张相似的脸发疯，或许正有人在无尽的权势中孤独终老，但这一切都与扬州的这对夫妻无关了。泽之，我想好了，明日我的药铺要义诊，你若闲着，便来帮我陈写方子如何？夫人有令，莫敢不从。只是那字迹若太好看了，被旁人认出是榜眼中所写，你可得管饭。